在杭州城的灵隐寺门前，人头攒动，一位儒雅的书生正在四处张望，像是在找什么人。忽然，一位美艳的女子出现在视线之中。就见这名女子高挽发髻，身材婀娜，肤如凝脂，是面若桃花，要多漂亮有多漂亮，美极了。她身旁还跟着一个丫鬟，不离左右，一看便知这是一位贵妇人。就见这位贵妇轻移莲步，径直朝书生走了过来。到了跟前儿，微微屈膝，飘飘万福。赵公子，您一向可好？好，很好。夫人，没想到在这儿遇到您了，真巧，真巧啊！原来这位书生姓赵，名叫赵准，是一个秀才。他今天是跟自己的同窗好友李郎新一起到杭州城游玩，听说寺院里要开法会，俩人就想着进去看看热闹。没想到人太多了，一扭头的功夫，两个人走散了。赵准正着急地寻找李郎新呢，却看到了这位贵妇。这位贵妇人是杭州城有名的司马大员外的夫人，姓潘，人称司马潘氏。有一次，司马大员外在家中设宴请客，当时身为新科秀才的赵准也应邀赴宴。这位潘氏还曾经向赵准敬过酒，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着了。就见潘氏接着说：赵公子，自从那日相见，奴家我对您始终念念不忘。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仔细说说。今晚3更，你在山下这个小木屋里等我，不见不散。说着话，由打怀里取出一块白布，递给赵准，然后便匆匆离去。赵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打开白布一看，原来是手绘的一张地图，地图上标着一个木屋。赵准心想，这是何意？莫非……哦，明白了。记得上次在酒席宴前，这潘氏便对我眉目传情，弄得我还怪不好意思的。现在看来，他这是要跟我约会，倾诉爱慕之情呀。嘿，真没想到，我一个穷秀才，还有此等艳福。嘿嘿，好啊，妙哉妙哉。可刚高兴了片刻，赵准转念又一想，不可，万万不可。这潘氏乃是司马员外的夫人，是个有夫之妇，我怎么能跟她约会呢？父亲死得早，母亲常常教导我说，万恶淫为首，君子当洁身自好。我不能去。但是最后赵准还是觉得应该去一趟，因为如果不去的话，那潘氏一个女子，半夜3更，万一遇到坏人，出了意外就麻烦了。我应当前去赴约，然后好言相劝，把她送回家去。想到这儿，赵准也就无心再寻找同窗好友李郎新了，独自下了山，到一家小客栈住下，在客房一直休息到天黑，这才带上地图，找到山脚下的一片小树林。树林深处果然有一间木屋，透过树叶的空隙，看看天上的月亮。赵准猜测，现在也就是2更天。他没有进屋，靠在距离木屋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面等着。3更时分，一个人影由远而近，靠近木屋。不用问，
此人肯定是那潘氏。等潘氏走近了，赵准上前施礼：“夫人，我想跟你说清楚，我打算现在就送你回家。”可话刚说到一半，就见那潘氏噌，冷不防从怀里抽出一把尖刀，噗，不由分说，向着赵准的胸口就刺了过来。别看赵准是个书生，他可是文武双全，平时喜爱运动，经常练习拳脚功夫。这次还真用上了。他一看情形不对啊，本能的一闪身，躲过一刀。潘氏见一刀没有刺中，接茬又连刺数刀，都被赵准躲过去了。最后赵准一脚将潘氏手里的尖刀踢飞，制服了潘氏。这才看清楚，他哪里是什么潘氏，竟然是自己的同窗好友李郎心。这可太出乎意料了。赵准问李郎心是怎么回事，李郎心什么也不说。赵准没办法，好吧，你既然不说，那就送你去官府吧。倒捡着李郎心的双手，要押送他赶奔衙门。走到小树林边上，潘氏在那儿等着呢，见李郎心没有得逞，反倒被赵准给抓住了。他赶忙跪地求情，说：“李郎心是我的表弟，我家老爷得了怪病，有一个郎中说，除非用青年男子的心脏当药引子，否则将不久于人世，这才出此下策，把你骗到这里，打算杀了你，取出心脏。可这也是为了救我家老爷，才一时糊涂，求你开恩，放过我们吧。”呵，这潘氏说的是声泪俱下。赵准这心就活了，思索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好吧，念在你们救人心切，又是初犯，我暂且放过你们。”就这么把这俩人给放了。3天之后，李郎心找到赵准，说为了表达歉意，报答他的恩情，请赵准到他表姐家饮宴。赵准没有犹豫，慨然应允。酒席宴前，赵准就问：“夫人，司马老爷病情怎样？为什么不让我看望一下呢？”“哦，是这样，我家老爷病重，样貌难看，气味难闻。如果先看到他，只恐怕影响了赵公子的食欲。等一会儿酒足饭饱，再请您到后院正房，跟老爷说话吧。”说完，便给赵准布菜满酒。赵准端起酒杯，这酒有些浑浊，心里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唰，往地下一泼，就见地面上呲啦啦一阵冒泡。果然，这是一杯毒酒。李郎心和潘氏见事情败露，拔出匕首，一齐扑了上来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了，呼啦超闯进来10几个捕快，不由分说，3下5除2就把李郎心和潘氏给拿下了。原来赵准虽然表面上放过了李潘2人，但是他心里知道事情肯定不会那么简单，于是他直接赶奔杭州府衙报了案。今天来赴宴，知府大人亲派了15名捕快，早就埋伏在司马家周围，暗中观察，见机行事，抓获了恶人。经过审讯，真相大白，李郎心与潘氏根本不是什么表姐弟，而是情人关系。为了能够长相厮守，决定害死生病的司马员外，又怕事情败露，就打算设计先杀死赵准，
再制造赵准入室抢劫、杀人后畏罪自杀的假象。哪知道机关算尽，害人不成，反倒让自己锒铛入狱。在公堂上，赵准质问李郎心：“我是你最要好的朋友，你怎么就忍心对我下手呢？”李郎心说：“我恨呐！明明我比你更有才学，为什么偏偏你能考中秀才，而我却名落孙山？”李郎心和潘氏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赵准呢，又经过2年的苦读，考中举人，后来进京赶考，中了进士，被任命为知县，做官一路做到巡抚之职。